白泽不由低眉垂泪。你们迫害的还少吗？啊，还少吗？五重天道誓言、元神控制之法，强制性不允许变成人形条约，反复提及要扬了我。当我不知道水神口中的阳具体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我本是想追随水神再创一番大业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有了。大法师眼前一亮，自怀中拿出了一枚玉符，点入了一道仙光。大法师笑道：将这给渡仙门的小妓，将这白泽瑞兽养在渡仙门中，不让他去你的小穷峰就是了。李长寿思量一二，勉强答应了下来。这样也方便利用白泽的神通，搞一些收集情报的工作，多少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我们总是在渡恶真人的洞府中搞事，也有些不像话。大法师有意看戏，想让李长寿和灵娥乘白泽回返山门，但是李长寿此刻对白泽并无太多信任，担心白泽跟自己同归于尽。于是片刻后，一只身形半透明的七彩神兽拉着一朵云在昆仑山上空划过，隐藏气息，躲避天机，朝渡仙门方向迅疾飞去。前有飞剑护栏，今有白泽拉车，修行之事诚不欺我等。白云上，李长寿、灵娥、大法师各自盘腿坐着。灵娥问：师兄，为何你当时选了我的答案呢？这个其实只有一点，这个白泽应该是为此事算计了半年，而我的反应时间只有半日，所以我就预设一个结论，无论我最后做出何等选择，白泽都早已预想到。听他此前所说的那些话语，观察我应该很久了。那为何不寻我说的那个答案？这个师兄您别生气啊，师兄当时并未思虑太多，一直是抱着戏耍的心态。毕竟师兄修为高深，哪怕花费10年8年去追杀白泽，也是一件微小的小事。故我将师兄的选择当做了思虑不全的选择，而这般选择按照普通的情形来说是可能性排第2的选项，但在白泽这位妖帅身上并不适用。反而是灵娥这般聪慧但思虑难周全，给出的答案有3成可能是白泽藏身之所在。灵娥面露恍然，随后喜滋滋地笑着，离着自家师兄更近了一些。只有3成把握？大法师笑眯了眼。这可不像你的性子啊，师弟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正色道：确实只有3成把握，不过这个赌约稳赚不赔，今日能找到就省了功夫，今日找不到就只能追杀到底。不过我还有一事不解，白泽你没事探查刚起步的海神庙做甚？3人看向前方，那瑞兽却默然不语。蔚蓝的天空宛若湖面的倒影，体型修长的神兽在空中划过，拖着淡淡的七彩色微光，每一次落体都会在空中留下一圈七彩波痕。我想关注吗？一想做出最棒的凡尘美味，当年去南海之滨找食材，结果被一群臂上能跑马的壮汉堵在城门，这种有损高人风范的事，自是不能讲出来的。我那时已看到了今日。白泽如是说。大法师和李长寿对视一眼，目中流露出几分钦佩。李长寿低声道：果然不能留。扬了吧。大法师默默地掏出了太极图。现在也算是清理门户。渡仙殿中，姬无忧看着这头正昂首而立的神兽，再次低头将手中的玉符读过了第4遍。来活了，大法师亲自下令，这看似普通的玉符，其实残留着这般高深的道韵，让它的材质都出现了某种升华。姬无忧大喊一声：快去给白泽前辈安排一个卷。殿内几名长老，一旁站着的李长寿以及小灵娥此刻都安静了下来。白泽那张优雅的脸差点就垮成了驴脸，一旁有长老连忙出声提醒：
住处，安排个住处。对，给白泽前辈安排个住处。季无忧连忙拱手做了个道揖。前辈莫怪，一时道心激动，有些不能自已。毕竟大法师已经亲自下了命令。这瑞兽皱眉看向李长寿，心底却回想起了李长寿来时说的话语：不要多说，不必多问，点头就是了。白泽缓缓点头，娇美的身形闪烁着七彩毫光，让各位长老看得都有些出神了。李长寿在旁边道：掌门，白泽前辈喜欢僻静，不如我们就在小琼峰附近寻一山头，作为白泽前辈的安身之处。还请掌门下令，不要让人吵扰前辈的静修。善。季无忧立刻答应了一声。白泽的目光在季无忧和李长寿的身上来回挪动，嘴角撇了撇，看破不说破。安置白泽的整个过程总体还算平稳。渡仙门内除了李长寿师兄妹，知道白泽来路的只有季无忧和几位长老。白泽想要隐藏身形，不被渡仙门人弟子看到，也非难事。季无忧先用仙力结界把小琼峰隔壁控制的山头给包裹了，让白泽选好住处落址。又听得李长寿传声，季无忧顺势下了掌门令，让李长寿全权负责督造白泽的洞府，以及这一座黑池峰的各类阵法，一应用度有百凡殿攻击。黑池之名掩人耳目罢了。待掌门与各位长老离开了黑池峰，李长寿对灵娥小声叮嘱几句，灵娥转身飞回小琼峰上，只留李长寿与白泽独处。趴在一处水潭旁，满脸了无生趣的白泽不由得悠悠叹了一口气。李长寿的心底微微思量，也是在心底叹了口气。结果还是没能杀了。此前在渡恶之人的洞府中，我跟大法师一唱一和，调侃迫害白泽的成分其实只有7成，剩下的3成是我与大法师之间意见出现了分歧。李长寿能够明显感觉到大法师存在一种普世的正义感。大法师不喜沾因果，因自身道境高深，存活年头比较长，见多了太多的悲欢离合、生灵悲惨，故平日里表现的对生灵的生死持有一种淡漠。但是大法师绝非是心肠冷酷之人。就比如今日，大法师觉得白泽并未罪大恶极，不用直接打杀，而且白泽有意投靠，白泽之能、瑞兽之名，进入人教也算合适，故而一直调侃着，劝李长寿放过白泽一次。大法师自然是能这般想，毕竟大法师除却圣人已经可以无所畏惧了，但是李长寿不行啊。本就已经是处在洪荒漩涡中央，李长寿绝不愿有这般巨大的隐患留下。尤其是得知白泽暗中观察了自己这么久，李长寿感觉自己大部分的底牌都已经有可能被这白泽给窥探到，不扬了他实在是不放心呐。但是李长寿与大法师并未争论，意见有分歧，也是大法师和李长寿各退一步，在挤兑白泽的过程中逐步达成了共识。随后这一对师兄弟同时出手，用各自信得过的手段控住了白泽。这个过程，白泽看似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实则已经达到了他原本所图，投奔人教。而此时白泽遭受的打击并不是被大法师和李长寿控住，也并非是被李长寿轻松破局找到了他的藏身处，是他从最开始就看错了水神的野心。说好的一代明君霸主，怎么到头来无心天地霸权，只求自身逍遥无事呢？格局呢？大局观呢？不是，水神这都是什么条件啊？背后站着最强的圣人，更是站在天道大势之中，本身算计惊人，修为提升速度堪称可怕，甚至隔三差五的还用天罚的方式跟天道进行一次亲密的互动。
这种条件不去扬名立万，你搁这儿奉行什么清净无为？你不是跟他白泽开玩笑呢吗？讲真啊，被天罚了这么多次还不死的，白泽就见过水神这一个了。白泽自然知道这是水神行事有度的缘故，哪怕惹恼了紫霄宫中的那一位，也只是对水神稍作惩戒，而且颇有一种师爷看徒孙咬牙切齿恨气不争的味道。再加上三教因水神越发融洽的关系，水神这不就是明摆着的天道预定的双帝之一吗？啊！所以呀，当陆压找白泽求助的时候，白泽眼见无法摆脱妖族之因果，干脆就向前踏出半步。他给陆压的计策是以进为退，何尝不是他自身在以进为退呢？可是啊，瞧准了，心定了，梭哈了，全没了。白泽得偿所愿，顺利地抵达了水神的身旁，成为了人教拉扯苦命仔。今后啊，估计是要在水神本体旁被看到死。别说什么谋算天地大运，以后真的能够安安心心地度过余生漫漫，与天地同眠了。念及此处，白泽继续悠悠叹气，双目缓缓闭上。自己选的路，又能怪谁呢？李长寿似乎能够看透白泽所想。前辈，莫要失落了。人教奉行清净无为，我与师兄也不会强迫前辈多做什么。前辈未站在妖族那边，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。李长寿的思路转变得十分迅速，既然无法扬了白泽，那就只好刷一刷好感度。白泽皱眉，此地也无旁人，贫道再问道友一句，道友可否实心告贫道一声，道友当真心无痊愈？若我推断不错，前辈无法探查天道之力较为浓郁之处吧？不错，我需躲避天道。啊，怪不得前辈会有这般误会。李长寿微微摇头，抬手一点，在水潭旁放了2只蒲团，一只矮桌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其实前辈忽略了最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我说了，前辈就能明白此间因果。哪般道理啊？若非我这般性子，若非我追求清净无为，咱们人教的圣人老爷如何会选中我？白泽一愣，随之哑然，而后将头埋进前爪中，长叹一声：哎呀，聪明一世，聪明一世啊！李长寿含笑摇头，让白泽在旁独自郁闷了一阵，才道：前辈今后只需要在外人面前保持本体形貌，私下你我见面时，前辈随意就可。白泽缓缓抬头，情绪已经是比之前轻松了许多，显然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致命错误，从而心底暂时接受了当前的身份——人教车夫。白泽恢复成了中年道者的身形，额头也多了一点泪状的红色印记，额前一缕长发化作了银色，为他增了几分妖异之感。白泽此刻穿着一身宽松的白袍，坐在了矮桌对面，苦笑道：嗨，贫道到底图个什么呀？多了份安稳，少了些颠簸，了却了因果，当然也多了一份枷锁。不过怎么？此事前因后果，不也是佐证前辈那趋吉避凶的天命神通吗？李长寿拱拱手，轻笑几声，当真令人羡慕啊。白泽有些哭笑不得，想吐槽一点什么，又有点不知该如何说起，又对着水潭一阵发愣。少顷，白泽缓缓吐了一口气，笑容中多了几分洒脱。白泽目中带着几分悠远，缓声道：上古之后，贫道本以为
此生寥寥空空落落，只得慢慢寻寻觅觅，最后找一无人之地，安眠而去，伴天地生。也是此前见到了你，看到了如今的天庭，不由想到了当年辅佐先帝开创上古天庭之间，强大圣族之难，道心再生愿。不曾想，终究是错付了心神啊！我哪里有什么兴趣去掌控无数生灵之命途啊？屹立众生之巅，看尽天地兴衰，岂不快哉？众生非这浅浅青草，更非这未开智之游鱼。他们各自有自身之思、之求、之需、之惑、之乐。他们生而是为在天地之间走过一段旅途，并非是为了对众生之巅哪一道身影参拜。权欲不过是自身之欲，何必用豪气、不凡、王者、至尊这般词汇去美化呢？终究不过是强一点的生灵，意识弱一些的生灵，得到心身上的满足罢了。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壶酒，两只玉尊为白泽斟了一杯酒。前辈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前辈能在妖族鼎盛时半饮，这般浅显的道理不该不明白。白泽看着杯中酒，轻轻地摇摇头，叹道：确实都是过往云烟呢。不曾想，贫道在妖庭覆灭时才想通的这般道理，道友修道不过数百载，就已看得如此透彻。权欲不过自身之欲，众生生于世间，不过是为了在天地间走过一段旅途。败给你，并非没有道理啊。